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，包括朱重八在内，个个都是奇葩。如找不到侄子就睡不好觉的明成祖朱棣，喜欢大妈的明宪宗朱见深，只有一个老婆的明孝宗朱佑樘，还有沉迷于修仙炼丹，喜欢和大臣们冷战的嘉靖帝朱厚熜等等等等，可谓是明朝16帝个个是奇葩。虽然都是奇葩，但并不代表都是昏君暴君，也就朱元璋和朱棣杀人要凶一些。今天我们来讲这位只有一个老婆的皇帝明孝宗朱佑樘。朱佑樘年号弘治，明朝第9位皇帝。朱佑樘小时候是在冷宫过的，他的生母季氏是小时候被俘进宫的，后来被朱见深遇见，看季氏美貌聪明，就留宿了一晚，然后季氏就怀孕了。朱见深的宠妃万贵妃知道后，就派人给季氏堕胎，但由于季氏在宫中积攒的人员，派去的工人没有动手，回去和万贵妃说，只是肚子里长了颗瘤子，不是怀孕。但万贵妃还是不放心，就将季氏贬到了冷宫。季氏在冷宫偷偷生下了朱佑樘，万贵妃得知，就派太监张敏去阉死朱佑樘，但张敏没有照做，而且和季氏一起偷偷地将幼时的朱佑樘藏了起来。万贵妃在此后的多次搜查中都没找到，而朱佑樘在冷宫的各种被废的妃子的照顾下偷偷养大了。有次朱见深对张敏说，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个孩子，该咋办呀？张敏赶紧伏地说，陛下，您已经有儿子了。朱见深大吃一惊，连连追问。张敏将朱佑樘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朱见深大喜啊，马上就把朱佑樘母子接了出来。次日颁布诏书，封朱佑樘为皇太子，其母季氏为淑妃。万贵妃肯定不愿意啊，于是秘密地解决掉了季氏，张敏也吞金而亡。周太后为了保住老周家的血脉，将朱佑樘接到自己的宫内，这下万贵妃没有得逞。公元1784年，成化23年，万贵妃病死，朱见深也因为太悲伤去世了。朱佑樘继位，走上了历史舞台，而给他留下的是一个朝政紊乱、国力凋敝的大明江山。而这个从小生活在冷宫的皇帝，将用他的一生来拯救这个凋零的王朝。首先就是将他老爹留下的为祸朝堂的佞臣去除。朱佑樘继位后就立刻逮捕了2个，文武百官看见了也是开心啊，被恶人压着的日子终于结束了。这还是刚开始，朱佑樘将宪宗时期通过走后门进来的官员全部撤换掉，换成有真本事的。再来就是内阁的阁老们，万安、刘许、刘吉3人被称为纸糊3阁老，是宪宗时期的内阁大臣，在宪宗昏庸时期也不对宪宗加以劝阻，甚至碰见宪宗时只会叩头万岁。但朱佑樘可不是一刀切，他看出刘吉是有真本事的，和另外2个不一样，只是另外2位混，他也跟着混，于是让刘吉接替内阁首辅。刘吉也是一反宪宗时期的状态，不但对国事出言，对工作出力，对战事也是十分上心。朱佑樘还罢免了很多传奉官，这个传奉官就是由皇帝直接任命，不经吏部，不经选拔、延推和布议等流程，只是为了满足宪宗或者后宫某个妃子的愿望。这种东西对国家危害极大，选官任将都是为了国家更好的发展，皇帝自己选官任官，这是将国家公器据为私有，公器变成私器，而且全看皇帝愿不愿意，不管你是会还是不会，懂还是不懂，只要皇帝说让你当官，你就能当。而宫内的妃子宦官就可以利用在皇帝身边的优势进行买官卖官，谁想当什么官，就在皇帝耳边多为买官的人美言几句，大大损害了国家利益。朱佑樘如此大力的敕令用贤，给混乱的朝廷打了一剂兴奋剂，大臣们早就被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了。如今乌烟瘴气的东西没了，大臣们也可以施展拳脚了。将浑的水倒干净了，就要将清水倒进去用。朱佑樘将前朝因为执剑而被贬下去的官吏重新启用，如王树、马文生这样的直言不讳的官吏，还为于谦、于少保建金公祠。这位于谦
可和说相声的于谦老师没关系。他是文官出身，但在土木堡之变后保住了大明的半壁江山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于谦的话，明朝可能就和宋朝一样分南北了。但最后他被奸人诬陷，才没落得好下场。而朱佑樘为于谦建金公祠也是意义重大，也让朝野上下看见了他整顿吏治的决心。当大官的清得差不多了，基层的小官也该整治了。我们上面说的王树和马万生回来后，就被朱佑樘派下去给下层官员们考试去了。王树给文官们考，马文生就去军队之中给武将们考。王树也是极其严格，不光考能力，还要看适不适合在这个职位，还要看官员的身体状况能不能胜任本职位。武将也一样，考核或者身体不行的话，就只能被罢免回家了。就在这种强手力推之下，罢免了很多慵懒的官员，也使得一些有本事但没机会没人脉升上去的官吏得到重用。这里多插一嘴，王树活到了93岁，在那个朝代活到93岁着实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重要的人，刘大夏。这个刘大夏因为治水有功，是朱佑樘身边最为倚重的人。朱佑樘对他的好已经到了被其他官员嫉妒的程度了，但刘大夏本人还是十分的刚正。别人直言上谏只能说个大概，而他刘大夏则能讲出这件事里面的好处和弊处极其详细。而刘大夏、王树、马文生这三人因为对弘治之治的贡献极大，也被称为弘治三杰。在朱佑樘弘治期间，在明朝极具盛名锦衣卫和东厂的太监们也只能是尽职尽责，不再敢乱用刑罚。从明太祖朱元璋创立锦衣卫以来，这在明朝都是很少见的。杀人如麻的锦衣卫也有仁慈的一天，这任谁也是没有想到的。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皇帝最为人津津乐道的，那就是他只有一个皇后，没有其他的妃子、美人什么的。要知道，清朝的溥仪都是有3、4个的，一般的皇帝和妃子都是分开睡的，皇后也是分开的。翻完牌子临近后，妃子都是要被送回自己的寝宫的。而朱佑樘和张皇后可是如普通夫妻一样同吃同睡，俩人没事的时候还会读诗作画，谈古论今。朱佑樘执政这段时间励精图治，勤于政事，他本人也是十分的努力，不光早朝比官员到得早，还重开了午朝，更是在早午朝中期又开了文化殿议事，简直就是个工作狂。但因为生下就在冷宫，从小吃不饱穿不暖，营养跟不上，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加上登基后疯狂的工作，在36岁的时候就驾崩了。虽然他在执政后期有小段时间犯了些迷糊，但他的所作所为是绝对对得起孝宗这个称号的。除掉太祖、成祖、仁宗、宣宗，他可比老朱家其他皇帝强得多了。多说一句，第一把牙刷是他发明的。那么大家对朱佑樘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